今天要把它重新砌起来。曾师傅砌砖的速度已经出师了，围墙和门柱总共花费30分钟。门柱和围墙搞定，今天我找了一个好地方，准备捡一些鹅卵石。上次去河边捡半天还没捡多少。往哪儿跑？捡这么多鹅卵石来干嘛呢？你接着往下看。
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种花。刚刚开始看到这满院堆放的花时，我的头确实有点大，真的不知道该往哪儿摆。毕竟花园设计我是真没学过呀。曾同学也给不到啥意见，就一句话：你说种哪儿就种哪儿吧。好吧，我只能按照我的想法先摆摆看。首先，我想一打开门就有一片月季，所以我先从月季开始吧。这2株棒棒糖月季如愿地种到了路两旁。接下来安排这一株绿色的球球，这个坑儿要挖得足够大。本来我准备买一些营养土和肥料，但是曾同学非说我们农村就用这个草木灰，我也懒得和他争执，就自己在网上偷偷的买了。只是今天还没有到货，先将就着种吧。接下来安排这株紫色的棒棒糖，爆满花的时候应该特别好看。全场最贵的就是这棵绣球树了，我得给你找个最好的位置安放。其实我心心念念的还是能拥有一棵中华木绣球，等我以后有米了，我一定要弄一株回来，栽在小院的 C 位。运回来的时候还是被压断了很多树枝，给我心疼的呀。看着曾同学弄的这个草木灰，我就忍不住的想发笑。你们觉得这个草木灰种花到底有没有用啊？反正我的心是七上八下的，毕竟大老远弄回来的。这株天堂鸟是曾同学选的唯一一棵。刚刚开始砌这个鱼池的时候，曾同学就幻想着在鱼池旁边要种好大一棵芭蕉树，只是被我无情的拒绝了。于是就勉强用这个天堂鸟代替了，把这2棵长得像狗尾巴草的安排在了凉亭旁边。接下来我把所有的花花草草不断的搭配，不断的调试，放在了我想种的地方。来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开始干活吧。在这个围墙后面安排了2株爬藤月季，也不知道明年能不能爆花。没想到这个种花还挺费时费力。来，用镜头带你们欣赏一下今日的劳动成果。看这架势，应该还缺不少的花呀。可是我明明觉得买了很多呀。明天继续种花，记得点关注，戳亮小红心哦。今天我们要接着种花，还有铺草坪。这一片的花花草草终于种完了，接下来准备铺草坪。这个铺草坪有点复杂，在铺草坪以前要把所有的地面先给它拍紧。这个工作量有点大，只是又辛苦了曾同学。地面拍紧以后，曾同学又在上面撒了一层草木灰，还撒了一层河沙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去学的教程。我严重怀疑这样铺出来的草坪能活吗？如果没有活，就让他赔偿我的损失。
这一片的土终于拍完了，我估摸着有些人的手肯定有点酸痛。小半边的草坪终于铺完了，给它浇过水。营养土和肥料终于到了，再也不用曾同学的草木灰了。来吧，咱们今天接着种花，还有铺草坪。曾同学也是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，有了营养土之后，就真的不用草木灰了。这一回种的花花草草，每一株我都给它加了羊粪，还有海藻肥。你们可一定要给我争气啊！为了让草坪铺起来更好看，我们堆了很多小山包，为此曾同学担了不少的土。这一回是真的有点费初恋了。而我永远是那个最勤劳的监工。你别说，这样把土拍紧以后，感觉还真好看。真后悔当时没有再多捡一点这样子的大石头回来。这样的石头立在草坪上，感觉还不错吧？之前种在这个位置的狗尾巴草，我狠心把它拔掉了，换上了新买的这一棵我喊不出名字的，是不是比之前更好看呢？老板给我推荐了这一棵香水茶花，我倒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香水这么香。剩下的几棵树我已经把位置摆放好了，就交给你喽，曾同学。在成都的时候，那么多三角梅，我忍住没买，居然在乐山买了一颗回来。我的小院，咱就是说需要的花花草草是真多，感觉买了那么多，也只能塞满一些小角落。整个小院的花草都是我负责搭配，曾同学负责栽种的。我也不知道男女搭配干活是不是真的不累，反正我只有一点点的累了。这个长得像猪儿虫的多肉，我搞了3盆，摆了一个爱你们的形状。这一面的草坪终于也快要铺完了，来吧，带你们欣赏一下我小院里面的花花草草。现在的这样，终于把我的花园梦写进了现实。无语了，5年才到了。邻居说5年了，这个红枫才长这么点儿大，忍痛割爱，很亲民的价格卖给了我。看曾同学之前在网上花100多买的这棵红枫，再看看咱们今天这棵，估计肠子都会青了。所以大家猜一下，我到底花了多少米呢？这样的小院，我可以在里面呆坐1下午，啥也不干。欢迎你们来玩哦！这株粉龙买了好久了。
由于没有拱门，一直没有摘。跟同学以前做了拱门坏了之后，再也没有勇气做第二遍了，所以只得买了个成品回来安装。曾同学这徒手敲螺丝，看着我都觉得有点疼。只是他说小问题，但是没有摔过3秒就扛不住了。这个门拆掉容易，上去难，足足花了1个多小时。反正当时我是已经放弃了，还好曾同学有足够的耐心。之前小院回土的时候，这些门柱惨不忍睹。今天先给他们挂上大白，还是忍不住想吐槽一下，曾同学挂的这个大白是真丑。等大白干透以后，刷了1层漆，今天终于可以把拱门安装好。终于，我的这颗粉龙可以爬上拱门了，也不知道明年春天能不能爆花。感觉门的左边应该再栽1颗。为了让进门的地方看起来不那么单调，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装饰网格。是竖着放好看还是横着放好看呢？最终决定还是竖着吧，毕竟量好尺寸买的。这是小院安装拱门以前的样子，这是现在的样子，感觉又大变样了。这么美的环境，我当然忍不住想要凑美一下。期待明年春天粉龙开满拱门的时候。感觉我们南方的农村对这种不锈钢的大门都有一种莫名的执着。耐用是耐用，就是颜值有点拉垮。因为不锈钢特殊的材质，普通的漆刷不上，所以一定要用金属漆。刷漆之前的第一步，我们首先要把大门用细砂打磨一下，不然的话刷出来表面就不光滑，有一种颗粒感。第二遍要用底胶给大门均匀的刷一遍。每次的活儿都是我负责安排，曾同学负责干，有时候还嫌弃他干得不好。这个刷底胶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，底胶刷完待它干透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第3步，给大门上漆。这次漆的颜色我选择了法蓝色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翻车。刷第一遍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颜色有点浅，生怕它遮不住大门原来的颜色。第1遍漆刷完，待它干透以后，带你们看一下大门的细节。感觉很多细节的地方还是没有处理好，而且颜色也不是特别的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大门刷第2遍漆。这第2遍刚一刷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，表面非常的光滑，而且有奶油的感觉。这是大门改造以前的样子。